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讲师 Woody。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今天我们一样来很漂亮这个地方出外景。好，大家觉得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吗？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你有看到大家好，我是三星讲师 Betty。哇，今天很开心呢，躲在伍迪后面呢，完全可以挡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最新的 M 系列的手机。那它除了呢拥有6.6寸 V 极限的全萤幕，可以让你不管是在看影片或者是在滑手机的时候，都得到更好的视野享受。而且呢，它拥有120赫兹的更新率哦。滑动萤幕的时候呢，可以让你更顺畅。在外形设计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是光泽感非常够的哦。有时候让你在不同的光线的反射下面呢，可以让你在讲电话啊、玩游戏啊，都可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哦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就是大家有看到，我们还是有保留3.5英的耳机孔，而且是 Type-C 的充电孔。好，那Betty，我们的 M33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呢？现在还有没有朋友呢是在使用2只手机的呢？这次 M33呢有1G 3卡的功能。哪3卡？哪3卡？除了5G、4G 之外，还另外加入了记忆卡的功能。最大可以到多大？好，那最大呢，我们可以支援到1TB。哇哦，1TB。对，所以不管你是长辈啊，有一些照片想要放进来，或者是有些商务人士手机里面随时需要存取记忆卡的功能的话，它都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好，那除此之外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相机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的 A33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有4颗镜头，分别就是5000万画素的广角主镜头，还有超广角、微距以及景深镜头，4个镜头各司其职。刚刚提到它的主镜高，Betty 你还记得多少吗？5000万画素。对，5000万画素其实很高哦，所以当我们切到高画素的时候，好，那事后我要去裁切，其实就会很方便，因为你就算裁切之后，它的画质可能还是很不错。而且啊，刚刚伍迪有讲到5000万画素嘛，那其实现在的人呢，除了白天拍照之外呢，它其实在晚上也很活跃哦。M33的夜拍效果啊，它的感光度呢比之前呢更提升了4倍，所以在夜间的噪点啊，拍起来也会相对比较低。所以像现在我们很喜欢去的夜景餐厅啊，那甚至是像露营啊这些场合，M33都可以派上很棒的用场喽。其实内建的趣味模式呢，也可以让你的拍照成像品质更有趣哦。它可以营造不一样的效果啊，所以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啊，就不会觉得很尴尬喽。好，那我们的 M33其实它的处理器这次也很不错，是用到5奈米的处理器加上它有针对 AI 的运算的强化，所以包括像我们刚刚玩了很多拍照，其实它的运算效果都会再更好。好，那除此之外，Betty还有什么它很不错的一些规格面的部分呢？它有5000毫安时的大电量啊，已经等于是一个小型的行动电源了。而且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一样支援25瓦的超快速充电啊，只要一下的时间就可以快速的帮你充饱电量。最重要的是啊，现代的人啊，其实很在意就是手机的安全性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透过侧边指纹辨识，不管你是在行动支付，或者是平常在解锁的时候，更安全又更方便喽。那我们适合推荐什么样的族群呢？其实像家中长辈他们应该是喜欢大萤幕的手机，但虽然他们好像很多还在用4G， 所以趁这时候如果刚刚要换5G 手机的话，那 M33 6.6寸大萤幕的5G 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如果他又用习惯记忆卡的话，1G 3卡也不会有什么适应上的一个问题。而且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啊，抢着跟你讲说，妈咪我要换手机，这个时候啊 ，M33 就是一个CP 值很高的一个选择。那我想到，其实像可能有些老板说，我要采购新的5G 手机，因为可能门号也升级到5G 了，那其实 M33也是很好的选择，让它的价格又相对比较好入手。所以如果你要去给业务用，就那种工作使用的公务机的话，或是第2个手机的话，其实 M33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对啦，那纵观 M33这么多的功能，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支中价位，然后 CP 值非常高的手机，可以提供给大家呢。最近在选择手机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考量咯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新机，赶快去手刀做购买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欢迎帮我们的 Galaxy Workshop 三星学院的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跟我们留言，或是你什么想法的话，也都欢迎分享给我们。好啦，那我们 Galaxy Workshop 的频道呢，这次介绍新机之后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我要去买排队吐司了，再见。